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我们用这颗花菜来做好吃的。首先把花菜像这样一朵一朵掰下来，然后再掰成小块，尽量掰得小一点，这样容易入味。再加一大勺盐，倒入清水没过花菜，然后清洗一下，浸泡10分钟，这样能有效地去除花菜里细微的杂质和灰尘。再准备一个胡萝卜，先切斜段，再切成菱形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适量的青红辣椒，切成辣椒圈，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。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半头大蒜，切成蒜片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3颗鸡蛋，打入碗中，加1小勺淀粉，搅拌均匀，搅拌至没有淀粉颗粒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热锅刷一层薄油，开小火，倒入鸡蛋液，晃动一下锅子，把鸡蛋液铺均匀，煎至鸡蛋液凝固，给它放个秒。鼓起大泡，像这样就已经熟啦。再把它盛出来。先把鸡蛋饼切成条，再切成菱形块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我们的花菜也泡得差不多了，把它清洗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，装入碗中备用。锅中水烧开，加1勺盐，几滴食用油，把花菜也加进来，再把胡萝卜也加进来，再加1小把提前泡发好的木耳，焯水3分钟，把所有的食材都煮熟，再控干水分，捞出来放凉备用。热锅放油，油热之后加1把花椒翻炒，炒出香味，再把花椒捞出来不要。把青红椒、蒜片加进来翻炒，小火炒出香味，再加1勺生抽，1勺米醋，适量的蚝油，适量的胡椒粉，然后关火，把它们搅拌均匀。再把料汁浇在花菜上，哇，好香啊！然后加1勺盐，1勺白糖提鲜，再把鸡蛋皮也加进来，充分搅拌均匀。一道清脆爽口又开胃下饭的炝拌花菜就做好啦。装盘就可以开吃啦，再加点葱花或者是香菜更香。这样做出来的花菜口感非常的清脆，酸辣爽口又不油腻。如果有小孩吃，可以把辣椒改成菜椒。花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含有各种维生素，大人和小孩都可以多吃一点，这样做营养不流失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分享一道非常简单的早餐饼，营养又美味，10分钟就能做好。首先我们准备3克盐，600毫升凉水，把盐化开，再少量多次加入300克面粉，用这个方法调制面糊，非常的快速简单，不用1分钟的时间就能把面糊调好。调至这样没有面疙瘩就可以。面糊调好之后，加1碗葱花，搅拌均匀备用。再准备3颗鸡蛋，加2克盐，打散备用。冷锅加入2勺面糊，先不用加热，等我们倒入面糊，把面糊铺均匀，再开小火，这样能保证我们做出来的饼薄厚均匀。小火煎至面糊凝固，加入鸡蛋液，
再用刮板把鸡蛋液铺均匀，再淋上少许食用油。鸡蛋液凝固之后，再翻一面，再煎至鼓起小泡，就已经熟啦。再把它卷起来，我们美味的早餐饼就做好啦，非常的简单，好吃又营养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，喜欢就关注我吧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分享一道益气补血，同时也非常好喝的甜汤。首先我们把大枣清洗干净，再准备一根吸管，把大枣核去掉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去核的大枣倒入锅中，再准备一碗红豆，浸泡1个晚上，倒入锅中，加足够的清水，大火烧开，再转小火煮40分钟。再把红薯去皮，然后切成小块，放入料理机中，加少许清水，打成红薯泥，再把红薯泥倒入锅中，小火煮开。取200毫升红薯泥，倒入200克糯米粉中，一边倒一边搅拌，搅拌成这种颗粒状，再把它捏成团。再取一小块面团搓成丸子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撒上少许干糯米粉，防止粘连。吃不完的丸子可以冷冻在冰箱里，随吃随拿也比较方便。我们的红豆也已经煮好啦，已经煮开花了。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红糖，再加入红薯丸子，最后加入适量的枸杞，煮至丸子飘上来，再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啦。这个汤加了红枣和枸杞，有益气补血的功效，同时加了红薯丸子和红豆也非常的好喝。红薯丸子非常的软糯，非常的好吃。天冷的时候喝上1碗，全身暖和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